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圆儿和圆儿的位置关系判定两个圆儿的位置关系的条件。那么这节课呀，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点习题消化一下我们学过的知识点，因为知识点比较抽象。好了，我们看一下两个圆儿的位置关系的问题。已知点 A 和点 B 还知道一个圆儿，这个圆儿方程有点大。那么 x 减 a 的方，所以它圆心的坐标是 a 加1。y 减 b 的方 ，b 是圆心的纵坐标，纵坐标是 3a 减2。半径呢，它是圆心，这是圆心，圆心用西来表示，它的 r 是恰好等于2的。好，那么在这个圆上存在一点 P。满足 PA 乘以 PB 是等于5的，点 P 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只要提到向量，我就设点的坐标，点的坐标设出来了，我才能够用坐标来表达向量，所以我设点 P 的坐标为 xy， 那么 PA 向量的坐标，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2减 x 逗0减 y 负 y。PB 向量的坐标，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2减 x 逗0减 y 负 y。我在整理已知，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好，那接下来呢 ，PA 向量乘以 PB 向量，横坐标乘以横坐标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是 y 方，它俩的积等于5。把这个式子化简一下，二数和乘以二数差，负2减 x 逗0减 y， 2减 x 逗0减 y， 对。所以呢，它就是负 x 加2乘以负 x 减2，我重写一下，大家看起来方便。负 x 减2乘以负 x 加2加上 y 方等于5。二数和、二数差、二数平方差，负 x 的平方就是 x 的平方减去2的平方减去4，加上 y 方等于5，所以它就得到了 x 方加 y 方等于9，这是圆儿的方程，也就是点 P 的坐标 xy 满足这个方程，点 P 是这个圆上的点。那么题中还说，这样圆系上的一个点 P 满足的这个式子，这就说明点 P 既在已知的圆系上，又在我求出来的它满足的那个条件，我求出来的这个圆上那就说明圆系和我求得的这个圆是有公共点的。那么两个圆有公共点都有什么情况呢？当两个圆向外切的时候，两个圆是有公共点的。当两个圆相交的时候，它们也是有公共点的没说公共点有几个，可以是1个，也可以是2个。当两个圆向内切的时候，两个圆也是有公共点的。那么现在点 P 既在圆系上，又在这个圆上，显然是这两个圆的公共点。那么这样的点 P 有几个？不确定。所以呢，它就可能是这3种情形。然后大家回忆一下上节课我给大家讲的，两个圆向外切的时候，是不是圆心之间的距离等于 r1 加 r2 圆心之间的距离，这个圆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圆 M 吧，它叫圆 M， 所以它的圆心就是 M。这个圆呢，它的圆心是西，所以 M 西如果向外切，它是等于 r1 加 r2 的。把它向里一推，
相交 r1 加 r2还是原来的那么大，可是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就小了，所以它是小于的。等于的时候向外切，小于的时候就相交。向内切的时候我们也研究过了，它是两个圆的半径的差的绝对值。我得看一下这个圆 M 它的半径是3，它的半径是2，我不加绝对值了。那么要是内切的话，它恰好等于这个叫 R1， 这个叫 R2， 它恰好等于 R2 减 R1。如果我向外拉一点相交的时候呢，它就要比它大，所以它是大于等于 R2 减 R1。等于的时候内切有一个公共点，大于的时候它是满足这个相交，它有2个公共点，所以3种情形我就用一个式子来表达了。那么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我现在要表达一下 MC， 它等于根号下，好在这个圆心 M 它的坐标是0到0，所以 MC 之间的距离就是 a 加1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 3a 减2减0括号的平方。那么 R2 是3 ，R1 是2它是3，它是2，所以它是1。3加2，这是5。于是我们就得到 a 加1括号的平方加上 3a 减2括号的平方，它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5的。我要求的是什么呀？我求 a 的取值范围，所以我就建立了以 a 为未知数的不等式。由于1和5都是正数，每一项都是正的，所以我就直接平方。那么 a 方加 2a 加1加上 9a 的平方减去2得4，3是1是 2a 加上4，它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25的。整理一下 a 方 2a， 然后这是常数，10a 的平方减10a 1是加上5，它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25的。这是个联立不等式，我把它分开写。10a 的平方减去10a 加上5大于等于1。10a 的平方减去10a 加上5小于等于25。这个不等式我化简，每一项都除以5。2a 方减 2a 加1小于等于5，每一项都除以5。把5移过来 ，2a 方减 2a， 把5移过来是减5减4小于等于0。a 方减 a 减2小于等于0，所以是 a 减2乘以 a 加1小于等于0。二次项系数是正的，a 方的系数是正的，一个根是-1，一个根是2，大于取两边，小于取中间。a 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2的。那么这个不等式呢，我就可以把它变成10a 的平方减去10a， 把它移过来加上4大于等于0。它再继续化简，每一项除以2，5a 的平方减去5a 加上2是大于等于0的，每一项都除以2。那这个不等式有没有解我看一下德尔塔就可以了德尔塔等于 b 方25减去 4ac，4a 是5 20c。20乘以2 40，所以德尔塔是小于0。也就是如果我令 y 等于它，那么这个抛物线 a 方的系数是正的，开口朝上，德尔塔小于0抛物线是旋转 x 轴上方的，
任何 a 取任何实数 ，a 取全体实数 ，y 的值永远都是大于0的，它没有满足等于0，它都是大于0的。所以呢，这样的两个不等式要是取交集，它这个 a 随便取任何实数和它取交集，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a 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2。好，我们回顾一下这道题。点 P 满足那个式子，我们就表达，发现点 P 这对 xy 满足这个方程。点 P 在这个圆上，还在已知的圆上，两个圆就有公共点。有公共点没说有几个，可以是这种情形外切，可以是这样的情形，可以是这样的情形。本来相交的是大于小于，内切呢就等于，外切呢就等于，所以3种情形我用一个式子来表达。两个圆形之间的距离一求，两个半径的差，两个半径的和，然后一解不等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道题，大家快点读题，然后快速的思考一下。下边的这道题呢，给了我一个圆儿的方程和2个点，这2个点的坐标啊，分别都是在 y 轴，分别在正半轴和负半轴。好，我建立直角坐标系。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画示意图，我一定要比较精准的做图，因为这个图啊，它会引领我的想法。我看到这个图，如果我单纯画一个示意图，这个可能会忽略一些东西。点 A 的坐标是0到 B， 点 B 的坐标是0到负 B，B 是个大于0的数，好吧？比如说点 A 就在这儿，它是0到 B， 点 B 呢，它就在这儿，它是0到负 B。那么这个圆儿它的圆心是负5到12，x 取负5 ，y 是12。我不知道它和 b 的大小关系，那我就随便画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就是负5到12，这个是负5到12，它是圆心，那么圆心就是西。题中说圆心上存在一点，它的半径我们是知道的，半径是等于2的。显然呢，这是5个单位，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圆儿。圆心上存在一点 P， 圆心上存在一点 P 在哪儿？我其实不知道。它要满足什么呢？满足角 APB 等于90度。当然我这个图画的不太好，我重画一下啊，以免对大家产生误解。因为这个 b 的值我们不知道，这个图啊，我就可以往下一点画吧，因为我要保证它是90度嘛，所以大概在这儿吧。这是圆心，它的坐标是负5到12，大概是这样一个圆儿，然后有这么一点 P， 角 APB。它是90度。那么这道题的题眼，它的几何特征就在于这个90度。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角是90度呢？以 AB 为直径，我画一个圆儿，那么圆周上任何一个点和 AB 的连线，角 APB 都是90度。所以你这个 P 也不例外，你一定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上。AB 为直径，那么显然坐标原点就是它的圆心，半径呢就是 B，
所以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我们马上就写出来，它是 x 减0的平方加上 y 减0的平方等于 r 方等于 b 方。点 P 在这样一个圆儿上，点 P 在这个圆儿上，因为以 AB 为直径，直径上的圆对角是等于90度嘛。那么点 P 还在哪儿呢？他说圆隙上存在点 P， 点 P 已知，点 P 又在圆隙上，又在这个圆上，又在这个圆上，说明 P 点 P 是两圆的公共点。点 P 又是两个圆的公共点了。那么上一个题呀，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两个圆的公共点，但是这道题呢，它们的半径，两个圆是有公共点的，我要求的就是这个 B 的取值范围。我可以像刚才的那道题一样，既然你有公共点了，要么向外切，要么相交，要么向内切，是吧？它让我求 B 的范围，所以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勾股数应该是13，它大于等于两个半径的差，那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我不知道啊，这两个圆的半径谁大谁小，所以呢，我就只能加半径的和倒无所谓了，半径的差我需要加绝对值。他就给我解不等式，就造成了麻烦。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呢？我不从两个圆的圆心距大于等于 r1 减 r2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r1 减 r2， 因为我不知道两个圆的半径谁大谁小，所以呢，这个绝对值即将给我解这个不等式造成麻烦。那么这个时候，我为了避免这个麻烦，我就要考虑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想法去做。同学们也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换一个想法去做？换什么想法呢？你这个圆儿半径是谁呀？点 P 所在以 AB 为直径的这个圆儿半径是 B 呀。那你怎么才能做到你的半径是 B？ 你怎么才能做到和这个圆隙有公共点呢？所以我就连接我这个 B 要比谁大呢？要比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减掉一个半径，我这个 B 要么就等于它，我们这两个圆就向外切。要么就比它大，我们两个圆就可以相交。所以我的这个半径 B，因为我是以 O 为圆心，它需要大于等于 OC 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减掉一个半径，比这段要大。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减掉谁的半径呢？减掉它的半径。圆隙的半径是等于2减2，等于它，你们俩是外切的，比它大就可能相交，也不能无限的大，大到啥程度呢？大到圆心到它的距离加上一个半径，大到这儿以 O 为圆心，以它为半径去，以这段长OC 加2为半径画，那你们俩就保持了内切。总之点 P 是两个圆的公共点，所以我就做到了 B 是大于等于它的。OC 之间的距离我们知道勾股数嘛13，所以13减2是11， B 就大于等于11，小于等于13加2，这是15。那么 B 的取值范围呢，显然就在11和15之间。我们看应该选谁呢？毫无疑问，这道题选 A。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看怎么去思考问题，我解决起来方便。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题。下一个题是已知 M 属于 R 直线 mx 加 y 加 2m 等于0。一看这条直线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方程是直线系方程，里边含有字母。首先我们就要考虑横过定点的问题。这条直线横过哪个点了呢？把 m 的项结合到一块儿 ，m 提出来 x 加2加 y 等于0。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口算就能够得到结果。让 m 不起作用，它是0，x 就是-2，然后这一项就没有了，加 y 等于0，y 就是0，所以 L1没得说，它是横过定点的。我给这个定点取个名字吧，把它叫做点 A 吧，方便我们说话。那么另一条直线呢？它也横过定点了，它横过哪个定点呢 ？x 加上 m 倍的4减 y 等于0，让 m 不起作用，4减 y 等于0，y 就等于4。这项没有了 ，x 就是0，所以 L2它也横过定点，横过0都是。我给这个点也取个名字，我们把它叫做点 B 为了说话方便。那么两条直线横过的定点我都知道了，我还要继续观察。我在读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mx 减 y 把 mx 移过去，它的斜率是负 m。x 减 my 把 my 移过去除以 m。它的斜率是 m 分之一，显然呢，两个斜率，一个是负 m， 一个是 m 分之一，斜率之极是等于-1的，所以也就是 KL1 它是等于负 m 的 ，KL2 它是等于 m 分之一的。所以 KL1 乘以 KL2 负 m 乘以 m 分之一等于-1。两条直线斜率之极等于-1，很显然 L1 就垂直 L2 了，反之也一样。好，这个时候我就画一画图，建立直角坐标系。L2 横过的直线是0到4，1、2、3、4。它过的是点 B 0到4，点 A 的坐标这是-2、-1、-1、-2，点 A 的坐标是-2到0。经过点 A 和点 B 的直线，它们俩的交点是 P， 我现在先不画它们俩的交点是 P， 点 P 还在这个圆上，这个圆的圆心呢是3到4，半径不确定半径是2方。我先把3到4这个点找到，1、2、3到4这个点，它在这儿。两条直线的交点。两条直线的交点在这个圆心上，这是圆心系。我要确保两条直线是互相垂直的，确保两条直线是，我要确保经过它，这是 L2， 经过 A 呢，这是 L1， 要确保它是垂直的。那显然我点 P 要在哪里呢？这是它的交点 P， 它一定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上，点 P 一定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上。那么圆心很显然两个端点
相加，横坐标相加除以2负1，纵坐标相加除以2，圆心的坐标是负1都2。那么 AB 之间的距离呢 ？AB 是直径啊，我把 AB 之间的距离求出来，根号向负2减0括号的平方，那就是2的平方，就4，加上0减4括号的平方，4的平方16，20，4、5、20，2倍根号5，显然半径呢就等于根号5，所以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的方程为 x 减负1 x 加1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2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2就是5啊，我就求出来，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我就求完了。点 P 呢？点 P 恰在圆儿上啊，这上边的这个圆儿上，它的交点 P 还在圆儿隙上，点 P 又在圆儿隙上，点 P 又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上，点 P 又在圆儿隙上，那么点说明啊，以 AB 为直径的这个圆儿，我也给它取个名字叫圆 M， 圆 M 与圆隙啊，它是有公共点的。公共点是谁？有公共点 P， 因为点 P 记在这个圆上，又在那个圆上，所以它是有公共点 P。那么这道题呢，问我，它没有说字母的取值范围，而是问我什么时候我不确定的这个半径它最大，那它什么时候最大呢？我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啊，我们画出来它是这样的。不一定经过坐标原点哦，我不知道，我们没考察，我们无需去考察。那么以西为圆心啊，和这个圆有公共点，如果你要是外切的话，那显然这个半径不够大。那只有什么时候呢？只有向内切的时候，也就是两个圆儿圆心连线并延长，西以它为半径画这么大的一个圆儿，它们俩向内切的时候，切在这儿的时候，相切两圆的连心线是经过切点的，这个时候圆西的半径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最大值怎么求呢？就是点西和点 M 之间的距离，再加上圆 AB 的半径，圆西和圆 M 之间的距离，再加上 AB以 AB 为直径的这个圆 M 的半径，这就是我圆西半径的最大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求一下西 M 的长。西 M 等于啥呢？3减负1 3加1括号的平方加上4减2括号的平方，它是3加1 4 4 1 16 2的4 20 4 5 2倍根号5。那么最大的半径的最大值，它就是在2倍根号5的基础上再加上它的半径。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它的半径是啥呢？半径是根号5，半径是根号5。所以我再加一个根号5，那么它最大的半径就是3倍的根号5。好。同学们就是要学习我遇到问题如何去剖析，一点一点真字琢句的去读题，题中说什么我们就表达什么。
好，那这道题呢，最后的结果应该选对儿。有关圆儿和圆儿的位置关系的习题，我就领大家做这么多。下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小专题，叫公共弦的问题。